德国计划增兵数十万，打造欧洲最强大的军队。近期，德国正在推进一项新法案的达成。德国计划在2035年之前将现役军人从目前的约18万人增加到26万人，同时还会建立1支20万人的预备役队伍，加起来总兵力将达到46万人，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。在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里，德国一直沉浸在和平红利之中。国防政策的核心是军事克制和对外维和，使得德国政府持续削减国防预算，并在2011年暂停了针对18至23岁男性的强制兵役制，将联邦国防军转变为一支规模较小、专注于危机干预的专业志愿军队。然而，20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打响，彻底把德国人从和平的梦里叫醒了，整个欧洲真正感受到了安全危机。德国突然要变强，是因为2个深层恐惧。首先是怕俄罗斯，德国总理默茨就曾说过，普京只懂权力语言，言外之意就是武力决定地位，传统的经济和外交手段不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有效威慑，只有恢复和加强军事能力，德国才有可能威慑到俄罗斯。其次是怕美国跑路，美国的政坛越来越不确定，而且战略重心正在转向印太地区，北约这个保护伞不再那么可靠了，欧洲不能再把安全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，必须尽快实现战略自主。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如今被逼着必须自己站出来，承担起欧洲老大哥的责任。这次德国的军事目标非常惊人，他们意图打造1支46万人的欧洲铁军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它将彻底超越约20万现役的法国和约14万现役的英国，将成为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力量。这表明德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增长，它要让自己成为欧洲安全的台柱子，而拥有了绝对的军事规模优势，德国在北约和欧盟内部的发言权和领导力自然也会水涨船高。不过德国要增兵，要解决2个问题：兵从哪里来？人们为什么要参军？要在10年内增加8万现役士兵，再凑齐20万预备役，对德国来说是个巨无霸工程。要知道，联邦国防军现在自己还有大约2万人的缺口，而且几十年的和平让德国人养尊处优，兵营和训练设施都跟不上趟。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都承认，短期内没办法一下子恢复强制征兵，所以德国现在打算靠钱来吸引人。新兵役制度给出了超级诱人的条件，新兵每月起薪高达2600欧元，比现在的水平直接增加了450欧元。不得不说，这种高薪招募策略，短期内或许真的能吸引到想找稳定高收入的年轻人。这笔军事扩张的资金会来自1支规模为1000亿欧元的临时性联邦国防军专项基金，这个基金是专门为了快速采购军事装备，弥补德国几十年的国防能力不足而设立的。其次，德国已经修改了宪法，允许国防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债务限制。在核心预算方面，为响应北约新的军事目标，即成员国到2035年要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% 用于国防开支，德国计划到2029年将国防预算大幅提高到1520亿欧元，把核心国防需求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.5%。不过，钱多不等于立马变强，过去几十年的投入不足，导致德国陆军现在的战备率只有 50% 左右，再加上还有价值数十亿欧元的装备维护、积压工作要做。德国内部有专家分析，很多大型装备采购项目在1000亿欧元花光之后，可能还没完成。如果德国政府不能保证长期持续的资金来源，军工企业就不敢扩大产能，最终可能导致德国的扩军战略努力半途而废。关于德国这次计划新推出的兵役模式，联合政府内部也是吵翻天，一开始以自愿为主，但又留了一手。根据规定，如果自愿报名的人数达不到目标，政府有权启动强制征召作为最后手段。不过，强制征召必须经过议会批准，不是由谁说了算。新法案中最有争议的一点是针对18岁年轻人的强制性要求，从2026年起，所有18岁青年都会收到一份参军意愿问卷，男性必须填写，女性则自愿，而且从2027年起，18岁男性还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。现在德国政府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民意，不敢直接提恢复全面强制征兵，而是用强制问卷来试探，希望在不引发暴乱且合法的前提下获得足够兵源。然而，比法律问题更令人头疼的是，现在的德国年轻人普遍缺乏服役的意愿。尽管政府开出高薪，但一项民调显示，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中，有 59% 的人明确表示拒绝为国家而战。另一项调查也发现，虽然大多数德国人支持恢复征兵制，但在真正可能被征召的年龄组中，支持率只有1/3，只有 17% 的人表示愿意拿起武器保卫德国。而如果强行把那些不愿意服役的人拉进军营里，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又能高到哪里去呢？德国又不像芬兰等国，早已把国防教育和公民责任融入社会文化中，所以德国想光靠高薪或强制来强军是远远不够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在德国所有的扩军行动中，最引人注目、最具体的一步，是在立陶宛永久性部署了第45装甲旅，也称立陶宛旅。这支旅级部队有大约5000名军人和200名文职人员，已于2025年4月1日开始在立陶宛启动部署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折点。这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德国军队第一次在海外永久驻扎1支旅级规模的重型战斗部队。
德国为什么要部署在这里？立陶宛地处战略要冲，它夹在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之间，旁边就是连接波罗的海三国和北约核心区的苏瓦乌基走廊。一旦俄罗斯发动进攻，这个走廊是第一个可能被切断的地方。德国装甲旅的部署意味着北约的威慑策略升级了，这支德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，部署在这里可以在危机爆发时大幅缩短北约的反应时间，对俄罗斯构成威慑。其实不只是德国在筹备扩军，现在整个欧洲都在加大国防开支。欧盟成员国在2024年的国防开支达到了创纪录的3430亿欧元。在欧洲安全新格局中，除了德国这个老牌军事强国，还有另一个关键角色——波兰。波兰的国防投入比例是北约盟友中最激进的。2024年，波兰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达到了 4.12%， 计划在2025年提高到 4.7%。波兰的目标也是将武装部队总人数增加到30万人。欧洲集体扩军，这无疑是欧洲安全格局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，它代表着欧洲开始尝试自己掌握命运，不再完全依赖美国。如今德国、波兰等国的每一步，都将深刻影响欧洲的未来走向。